您现在看到的是3月22号，习近平即将结束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在克林姆林宫跟普京告别的一幕。习近平当时对普京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普京现场的反应，翻译完之后普京立刻表示了同意。然后呢，就送习近平上了这个专车。习近平走后，你看没有，普京还一直在挥手。习近平访俄一共是持续了3天。关于这次访问呢，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外电普遍评价都比较高，比如路透社就认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想要建立的国际新秩序，有可能会影响未来世界的100年。包括《纽约时报》评价都很高。但是中文的时政圈子特别有意思当然我说的中文时政圈子指的是境外的，境内的新华社、人民日报那肯定是无限的吹捧习近平外交又取得了重大胜利，对不对？但是中文时政圈子海外的都在贬低习近平访俄，说一事无成，说一无所获，到那儿去也没有受到这个礼遇，到那机场迎接的人都是一个副总理，总理都没出现，更何况这个普京了。我觉得在中文的这个时政圈子里这《纽约时报》还有路透社肯定都被中共收买了，要不他怎么能够说习近平访俄会这么重要呢？取得这么大的这个成效呢？是吧？肯定是被中共给收买了，都是大外宣的一部分。只有中文时政圈子这几个人才坚定地维护自由主义意志和信仰，是吧？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习近平访俄这件事情我们把话题稍微拉远一点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几天两会召开的时候，秦刚作为新任外交部长亮相，接受中外媒体的采访，在这里头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明确了使命任务，做出了战略部署。当前，国内新冠疫情形势好转，中外交往有序恢复，中国外交已经按下了加速键，吹响了集结号。中国外交按下了加速键，但这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就在于什么呢？也就是说，在我的理解，随着秦刚上台整个中国的外交思路跟过去的10年相比，将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在那期节目里，我曾经讲过，就是以战狼外交这样一种姿态呈现在世界面前的这种方式会逐渐的落幕。但另外一方面，中国可能在外交领域内要发力了。那么这个发力没过几天就被验证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沙特和伊朗在中国的斡旋之下复交了。大家都知道这沙特和伊朗在中东地区是2个大国，一直在竞争这个地区本身的领导者地位。而且呢，这2个国家都挺有钱的。你想沙特嘛，伊朗都有油嘛。但是这2个国家呢，又属于阿拉伯世界中间2个不同的教派，一个是什叶派，一个是逊尼派。这2个不同的教派之间经常斗得你死我活的。7年前，这2个国家断交了。断交之后，这2个国家还打过。2019年的时候，还搞那无人机袭击沙特的那个石油设施导弹呢。大家都说是伊朗搞的，但是呢，伊朗不承认，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应该说，这2个国家在中东地区这个反目成仇所造成的地区不稳定，这是客观事实。但是美国呢，西方国家也在斡旋，但是呢没有起到效果。但没有想到，就在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任的当天，这2个国家在北京宣布复交了。这事儿在我看来，可以称之为叫献礼外交。因为这2个国家实际上是提前4天就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呢，外交王毅的斡旋下，双方在开始谈判。为什么说是献礼外交呢？就是为了让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中国的这个2会代表在北京开会期间完成这个所谓的外交斡旋这么一个重要的工作。这件事情公布之后，应该说在世界上影响还蛮大的。当时美国都不知道嘛，事先都不知道嘛，所以公布了之后呢，美国当时也表示谨慎欢迎。那么为什么中国可以斡旋成功呢？对吧？我个人觉得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中国其实在这个阿拉伯世界也包括很多其他地方搞这个外交它基本上没有一个所谓的普世价值，
比如说沙特阿拉伯这件事情啊，大家都知道前几年沙特阿拉伯杀掉了这个记者叫卡舒吉，是吧？那卡舒吉是沙特的一个记者嘛，批评沙特的王室，结果这个沙特的王室看他不顺眼，结果这卡舒吉住在了土耳其，他跟他自己的太太啊，想要在这个土耳其驻这个沙特的领事使馆里头办理这个结婚手续，他就去了这个沙特驻土耳其的这个领事馆，结果一进去之后，这人就失踪了。事后查明，这卡舒吉啊，被这个沙特驻土耳其的领事馆里的工作人员啊给杀害之后，并且肢解了。这个确实是非常之残忍啊！有些尸体的块啊，好像是经过什么东西都是下水道给冲出去了，然后有一部分还带回到了沙特阿拉伯。这件事情公布出来，应该是国际社会舆论大哗，太残忍了，一致在谴责沙特政府在背后指使做了这件事情。因为最后的调查显示啊，就整个这个事情的指挥就是沙特这个王室啊最核心的部门的人员嘛。所以后来当这个丑闻曝光之后，沙特政府呢把这个整个行动的这些人也抓起来了，然后给了卡舒吉家里的那个子女一大笔钱封口费嘛。同时呢假模假式的说判这些人死刑了，说跟我们都没关系，其实都是死缓，也没有立即执行啊。但是国际社会谁都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沙特政府搞的，因为沙特政府不允许在他们国家里头媒体随便批评政府。按道理来讲，像这样的事情，全世界都应该制裁沙特阿拉伯，或者说不跟他打交道，对不对？但是中国呢，基本上对沙特阿拉伯这件事情就没有在意，也接受了沙特政府对卡舒吉事件的解释啊。所以中国的你可以看到了吗？他搞外交过程中间有一个特点，他基本上他不输出所谓的普世价值，他是以利益为核心。这件事情跟我这个国家没什么关系啊，那你们爱怎么搞怎么搞，只要是和平就行。所以我概括为中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以中国的利益为核心，推广的就是说有和平但无正义的外交方针。比如说他跟沙特之间互相达成一个什么默契呢？沙特不谴责中国的维吾尔族问题，而中国呢接受了沙特关于卡舒吉的这个事情的解释，双方利益交换嘛，最终呢解决了这个沙特和伊朗的这个长期的这个敌对问题。那也算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得了一分呐，因为毕竟这两个国家，西方国家也有很多国家斡旋没成啊，中国搞成了，所以这是中国的献礼外交，就是为习近平第3任任期登基过程中间，献礼的，看到了吗？我这个第3任当国家主席，打破了过去中国宪法规定啊，不可以连任，但是连任之后，你看我有能力啊，我这个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内政上，还体现在外交上。那么就在我就任的当天，你看沙特和这个伊朗复交了吧？所以秦刚所说的中国外交按下加速键，这是第一个征兆，也是第一步棋。紧接着第2步就是洪都拉斯要跟台湾断交。大家都知道，洪都拉斯啊是台湾在中南美洲非常重要的一个邦交国，1943年就跟中华民国建交了，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传统邦交国。而且历史上跟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还比较铁，但是呢，他的外交部长前几天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帖子，说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准备跟台湾断交。这件事情啊，有点屈辱在于一个国家要跟台湾去断交啊，他们不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而是发推特。你想这事儿是不是非常恶心呢？所以当时的这个台湾看到这个推特之后，就连忙叫这个洪都拉斯的大使到这个外交部去解释，结果当时台湾的媒体就在外交部的门口堵着。洪都拉斯的大使到了台湾的外交部门口的时候啊，记者就问这个大使啊，当时就说等一会儿我从外交部啊这个见完面之后啊出来再给大家解释。结果他见完那个外交部长之后啊，从侧门就走了，根本没有见这些媒体。而且据台湾的媒体报道，他神情非常轻松。应该说洪都拉斯这次啊跟台湾断交是铁了心了。我这里还是补充一下，就是台湾在中南美洲啊，这个邦交国有几个比较重要，一个是危地岛、马拉，一个是巴拉圭，还有一个是洪都拉斯。就这3个国家的人口啊面积都比较大，剩下的其他的国家呀就比较小了，什么伯利兹啊什么之类的，都是那种袖珍国。这一次蔡英文不是要到中南美洲访问吗？去的那伯利兹，
那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袖珍国，那整个国家的面积就相当于几百个足球场那么大。真正重要的国家就我说的这3个，但是洪都拉斯如果跟台湾断交的话，那对台湾打击还比较大。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选择要让洪都拉斯跟台湾断交呢？显然就是想敲打这个蔡英文政府嘛。蔡英文不是想要去中南美洲访问吗？想要过境美国吗？还要在洛杉矶停留吗？还要跟美国政府之间的官员这个打交道吗？所以中国就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惩罚台湾，甚至不排除大概率在蔡英文访问南美洲期间，他就会宣布让洪都拉斯跟台湾断交。因为伯里兹啊跟洪都拉斯啊非常近，历史上还是洪都拉斯的一部分，所以如果蔡英文在访问中南美洲期间，洪都拉斯跟台湾断交，那你想想，肯定是打脸嘛。这是第2步，第3步就是习近平出访俄罗斯。习近平啊出访俄罗斯啊，是他这一次就任第3任啊国家主席之后的第一次对外进行的国事访问。因为俄罗斯啊跟中共之间的关系比较铁嘛，是吧？所以第一次访问俄罗斯，这个也不意外。但是更关键的是，这个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他到底想要什么？想要得到什么？在我看来，他确确实实就是想要主导国际新秩序啊。他对普京说的那句话，他可不是虚的呀。他说100年未有之变局。可以说啊，习近平上任之后这第2个10年任期啊，他其实在外交上就是想要贯彻这个100年未有之变局。什么叫100年未有之变局啊？我给大家在这里普及一下啊。他是2017年在这个外交使节的工作会议上首先提出来的，之后在各个场所里头提过很多次了。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对外交问题理解的一个基本判断。但是外交场合上啊，对外国的元首说，这是第一次。大家都知道啊，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叫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是概括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词语。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国历史上啊，从周代到秦代之后啊，历代都是王朝更替，是吧？是农耕民族跟游牧民族之间的斗争，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封建统治阶级跟普通的老百姓啊之间的斗争，所以形成了每隔几百年一次王朝轮回的这个中国历史特有的这么一个历史规律。但是近代西方来了以后，李鸿章就讲了，说欧洲这些列强啊，是吧？从欧洲到南洋，从南洋到中国，是吧？它带来的是通商口岸，以合同，是吧？以条约来推动的这样一种贸易的变化。他说这个东西是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他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就是说让中国开始摆脱了那古代的那种所谓的王朝更替，在制度上发生了以西方为核心的这样一种民主自由的这样一个制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在历史观上，它打破了中国华夏的天下观，因为中国的历史观上认为过去天下观中间，我们中国就是全世界的中心。对吧？这就是华夏史观嘛，中国也是这么来的。但是西方列强带过来之后把中国所有的历史观给粉碎了。中国从中央之国变成了远东。远东什么意思？你就是世界的边缘。所以从近代开始，其实中国在历史叙事上是一个从中央王国到不断被边缘化变成远东的一个过程。那也就是所谓的积贫积弱嘛，因为你跟欧洲列强比起来就是坚船利炮就是不行嘛，同时又带来了制度文明，同时又带来了各种现代化的器物嘛，这是中国3000年之未有之大变局，这李鸿章概括的。那么习近平这次他又概括了一个叫100年未有之变局，什么意思啊？说句心里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你，100年前李鸿章所说的那个3000年未有之变局，是西方的制度加文明开始进入到亚洲，开始对整个中国和亚洲这一套文明体系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冲击，甚至可以说是殖民。但是现如今我们开始要反过来了。所以他的所谓的这个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西方的所谓的制度优势慢慢变成了一个制度危机。因为过去嘛，你想想以英国和美国这样的为代表的这种方式畅行无阻，但他认为现在你们失效了，
很多问题你们解决不了，甚至你们所谓的制度优势到现在都变成了制度危机，从疫情防控到现在的经济发展。所以啊，他认为你们过去到中国来总是以这样一种所谓的制度优势而自居的时代结束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政治中心要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现在我看国内的文章也讲啊，现在中国占全球 GDP 16%，而全球经济的贡献率，中国已经达到了35%。那就是说，全球经济往前发展的这个引擎啊，是我们中国。所以这个呢，他认为伴随着经济的崛起，那整个政治中心过去都是美国和欧洲嘛，也要逐渐的从西方转移到中国，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国际秩序，旧有的国际秩序要瓦解，在这个瓦解的过程中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个新的国际秩序啊，过去是以美国和欧洲主导的，或说白了就是美国主导的啊，世界整查嘛。但是现如今，在习近平的这个百年未有之变局的这一个大的外交格局中间，这个新的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就是中国。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这就是他的野心。大家理解他去访问俄罗斯说的这句话，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一句话。那么他到俄罗斯，他去访问，他要做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想解决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大家都知道啊，俄罗斯跟乌克兰已经打了1年了。打了1年，一开始俄罗斯肯定认为乌克兰不堪一击，对吧？假如说要把乌克兰打掉，扶持一个傀儡政府，搞一个全民公决，然后呢，乌东4州划到俄罗斯，然后在乌克兰成立一个亲俄罗斯的政府，这事儿就成了。但是没想到呢，俄罗斯这仗打的确实也是不太漂亮。那乌克兰又碰到了这个泽伦斯基这样的一个硬汉啊，撑起来了，撑过这个最困难的时期，来自于美国和欧洲的这个支援呢，支持了乌克兰现在跟俄罗斯打的难解难分。说句心里话，这场战争现在已经很难变成一个最后由一方彻底打败另外一方的战争了。就现在的格局来看啊，所以在这种时候，你会发现中国访问俄罗斯想干什么？他想调停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假如说中国能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个战争停战，并且签署和平协议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那这个面子就大了。你想想，国际社会，美国你搞来搞去你也没搞成，中国如果能居间调停，并且发挥重要作用的话，那所谓的新的国际秩序就建立了，对不对？这个新的国际秩序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美国搞不定，而我中国能搞定。那有没有可能搞定啊？在我看来还真有可能性。大家来听我来慢慢分析啊。大家都知道，上个月的时候，中国提出来了一个解决俄乌战争的12点和平方案。当时王毅到欧洲进行访问，又到俄罗斯进行访问，也见到了普京，但是呢，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当时俄罗斯的外交部就说欢迎中国的和平方案，但是俄罗斯的新领土必须要这个属于俄罗斯，那是卡在这儿了嘛，对吧？这一次等于说是习近平亲自出马。如果这要是能搞定俄罗斯，说实在的，这事儿就成了嘛。那有没有可能搞定俄罗斯呢？我觉得还真有。为什么呢？俄罗斯现在是内困外交啊。首先在经济上，西方国家对它制裁，虽然它稳定住了但毕竟肯定是受到很大的影响。但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中国可以给它输血呀。所以这一次你看了吗？这个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给俄罗斯输血。双方签订了8个领域内的经济合作方案，同时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再建一条天然气管道。欧洲不买你的天然气，中国来买，中国来支持俄罗斯。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代价是什么？你得听我的。很多人都还在分析说什么中国是俄罗斯的小弟，他们真的不懂现在的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才是大哥。你们去看那个普京见习近平，那双方的身体语言，西方国家已经有媒体在分析了，就是习近平见到普京的时候，那种身体语言给人感觉是反客为主，但是普京呢，手脚乱抖，基本是小弟。为什么？
穷嘛，有求于中国嘛。更何况啊，习近平访俄的时候，这普京就在前几天3月17号被国际刑事法庭啊宣布了逮捕令。这国际刑事法庭啊是联合国当时主导的，由100多个国家签署了一个叫罗马公约，就是为了审判一些战争罪啊、反人类罪的这个罪犯。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卡拉季奇当时都被这个国际法庭给审判了。但是国际刑事法庭啊，这个宣布现任国家元首发布这个逮捕令的，这是第一次。理由呢，就是在俄乌战争期间啊，俄罗斯的军队啊，在这个马里乌波尔这个城市啊，转移了1万多名儿童到俄罗斯境内。马里乌波尔是乌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双方在这拉锯嘛，俄罗斯就把一帮孩子给转移到这个俄罗斯，就把这一帮孩子转移到俄罗斯境内了。现在国际刑事法庭就以这个理由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应该说这个逮捕令啊，并没有什么强制性，全靠各个国家执行。但是啊，有些国家现在就愿意执行啊，比如说德国和爱尔兰已经宣布了，说他愿意配合国际法庭执行对普京的逮捕令。那也就是说，普京你不能去这2个国家了，你去这2个国家，人家把你抓起来扭送国际法庭了。其他国家未见得会执行啊。但是说句心里话，这件事情啊，这个怎么说呢？伤害性不强，侮辱性极强。所以你想，这个普京他灰头土脸呐。虽然俄罗斯的这个总理当天晚上就发布声明说这个裁决就是一张手指，不当回事儿。而且普京啊，就在3月19号晚上，第2天就要接待习近平了，他晚上飞到了马里乌波尔，较劲是吧？但不管怎么说，他成为了现在国际刑事法庭的通缉犯呐，是吧？红通啊，跟这个郭文贵一个待遇啊，是吧？那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到俄罗斯访问，那是给他送温暖，有求于中国大哥。还有些人说什么冷遇，怎么可能，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真的是有可能取得重要的外交进展的了。所以大家你可以看一下啊，习近平到了俄罗斯，1点钟驾飞机直奔克里姆林宫，跟普京啊直接2个人在小密室里头谈了4个半小时，非正式会晤。第2天上午，习近平见了总理，下午又跟普京在一个小密室里头谈了1个半小时，2次非正式会晤非常之重要。到第3天3月22号，双方进行一个大面积的这么一个谈判啊。其实那个大面积谈判反而不重要了，双方的外交人员事先都沟通好了。这哥俩的2天的一共6个小时的密室谈判啊，其实最重要。在我看来，谈的核心内容一定是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的解决方案的。那这个解决方案最终肯定是没谈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次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声明啊。关于这个联合声明的措辞挺有意思的，俄罗斯是吧，积极评价中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间的客观立场，欢迎中国在未来这个和平方案过程中间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承诺要尽快重启和平谈判。3条，大家注意啊！首先是答应重启和平谈判，说明什么？说明普京啊认为打不动了。这场战争一开始啊，他认为乌克兰肯定是不堪一击。如果他真的把乌克兰全部打下来，扶持一个傀儡政府，搞一个公投，乌东那几个州全部归为俄罗斯，这事儿也就定了。但是没想到打了1年，这仗现在打得非常焦灼。在我看来啊，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这场战争已经很难变成一场这个双方任何一方彻底打败另外一方的战争了。首先，乌克兰肯定没这个能力。其次，俄罗斯现在也没这个能力，所以未来大概率这场战争要以谈判结束，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就有可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了，因为这核心不就是那乌东4州啊？那中国很可能就会跟乌克兰、跟那个俄罗斯讲，你把这土地让出来，经济上好说，哥们儿，知道了吧？然后由我来主导。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做成了，那中国啊在国际上面子真的就大了。国际新秩序就真的建立起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能够搞定俄罗斯，而美国现在你搞不定俄罗斯。说到这儿啊，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会重新说到这个所谓的100年未有之变局啊。就中国的外交思路，大家可以看一下，按下加速线之后啊，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不是跟美国现在在进行全球对撞，
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啊，10年之后它会全球跟美国对撞啊。他现在的解决思路是在那些美国搞不定的领域内，我来扮演关键先生的角色。应该说这个外交思路还挺高明的。如果1起、2起、3起、4起都是美国搞不定的事情，中国搞定了，你就比如说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件事情，如果中国真的搞定了，那欧洲绝对对中国马上看法就不同了，对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或许啊就真的建构起来了。那是一个什么时代，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成，我现在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我只是在分析啊中国的外交思路，至于它能不能成，或者说成了之后对国际社会是福是祸，咱们走着瞧，拭目以待吧。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